看小鱼的右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中国诗人舒婷的《惠安女子》。所以你家是惠安的吗？不是，但是我是个女的。哈哈 ，very funny。除此之外，我和惠安女子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都是人。这位同学，你真的一点也不好笑。哦，不，重点是提到舒婷，很多人都会说她的诗歌充满了人文主义关怀。但是究竟什么才是人文主义关怀呢？人文主义 （humanism） 来自于古希腊，在文艺复兴时期被大量使用，意味对人类普遍的爱。简单来说，人文关怀的实质就是关注每一个人的存在，不管是战争沙场的英雄，还是街头潦倒的乞丐，或者是在周末的下午还在举着相机工作的我们。没错，关注每一个人的存在，这一点今天的我们听起来仿佛是理所当然的。文学当然就是要反映所有真实自然的生活，但其实在文艺复兴之前，西方古典文学大多是英雄史诗，在中世纪末还演变为骑士小说，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英雄为主角，世界围绕着英雄来转。虽然有一些短篇作品涉及小人物，却往往是宣传宗教信仰的传教作品，或者博人一乐的喜剧作品。这点体现了当时社会对小人物的隐性歧视。那么人文主义这个小天使是怎么在中西方社会成长起来的呢？这个时候就不能不提到一部跨时代的作品《堂吉诃德》，一部反歧视小说的作品。堂吉诃德是个小人物，他没有高贵的血统，没有建功立业，他的经历也不能宣传上帝的万能。但是作者塞万提斯突破这种传统思想的禁锢，把堂吉诃德作为一篇长篇小说的主角，把人文关怀推广到了小人物。虽然这本书有刻意讽刺歧视小说的意思，但是和前期那些纯粹英雄主义的作品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而在华文领域里，中国社会其实很早就有产生了人文精神的雏形，比如《易经》中提到的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观察人情世故、风俗习惯、信仰等，施行教化改造和引导，有效控制地域空间，成就天下一统。但这种人文关怀真正进入文学作品，第一步是在曹雪芹的《红楼梦》。《红楼梦》之前的长篇小说对女性是有隐性歧视的，女性的形象虽然有所出现，但要么写得很简略，要么出现的人趋向极端化，她们通常是封建理论的维护者、烈女形象，要么就是蛇蝎荡妇的形象，有血有肉的原型女性形象几乎没有。而《红楼梦》这方面开了先河，它把大量的笔墨用在了女性的描写上，描绘她们独特的个性和多舛命运。这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古代社会往往关注人类的群体性、社会责任感，而忽视了人的个性，往往强调理而忽视人的情，这种其实是对人性的一种压制。而发展到近期，受到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人们开始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政治体制的改变下，人们从原来的臣字转变成了国民，人在一定意义上得到了解放，但是仍然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在5·4运动后，中国的人权观念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段时期，像鲁迅、胡适、沈雁冰等人都曾翻译过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受到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开始关注人的存在，重新认识人的存在，从不同的角度去关注人的价值。渐渐的，人们开始追求自由平等，突出个性，强调自我解放，重视自然情感的冲动。郁达夫曾说过，5·4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是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也就是说，5·4运动后，华文领域才开始把人当成人来看。可以这样说。同样的，在舒婷的诗歌中，我们也能看出这种人文精神。值得一提的是，舒婷的创作时期为文革前后。有人曾评论说，在舒婷写诗的那个时期，历史责任既是人们的主动承担，也是难以回避的精神压力。但朦胧诗派诗人正是在这种只将人看作社会的一个枢纽、一个符号的时期，挖掘人们的自我意识，这是非常可贵的。惠安女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惠安女子多居住在泉州市惠安县东部的晋丰、重开一带沿海地区。惠安是一个典型的母系社会遗存的地区。据说他们手臂上所戴的银镯和腰间佩戴的银链，是女系社会解体时女子被男子所靠的象征。
他们有奇特的婚嫁习俗。结婚时，男郎不上门提亲，而是新娘由娘家的人陪送到男方家里，男方也不会派人迎接。新婚当晚，新娘只能站在床边过夜，次日清晨则必须要返回娘家。只有生了孩子以后，才能名正言顺地和丈夫共同的生存。惠安女是当地生产劳动的主要群体，至今如此。他们做男人应该做的粗重活，开公路、修水利、布渔网、扛石头等，是不折不扣的女汉子。让我们来读一遍诗歌吧。野火在远方，远方，在你的琥珀色的眼睛里，以古老部落的银饰约束柔软的腰肢。幸福虽不可预期，但少女的梦蒲公英一般，徐徐落在海面上。啊，浪花无边无际，天生不爱倾诉苦难，并非苦难已经永远绝迹。当洞箫和琵琶在晚照中唤起普遍的忧伤，你把头巾一角轻轻咬在嘴里，这样优美的站在天地之间，令人忽略了你的裸足所踩过的践踏和礁石。于是，在封面和插图中，你成为风景，成为传奇。初次读来，我们可能会以为这是一篇赞美、歌颂一位或是一类女子的诗歌，她坚强隐忍，最后成为风景，成为传奇。但是这种理解方式不免又把活生生的人简化为了二维空间里的扁平形象，造成一种口号式的向惠安女子学习的 propaganda 之感。但是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在下集视频中，我们会从意象和视角两个方面和大家探索关于惠安女子的真相。谢谢你们收看这一期小明的右脑。如果有任何想法、建议或疑问，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里哦。文学从来都没有标准的答案。小明的右脑希望营造开放、自由的讨论空间，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讨论、掐架和学习中，每一天喜欢文学多一点。拜拜。